穿越到卡牌世界后，你成了女主的背后灵。在你们击败黑暗决斗者后，忽然感觉胸口的千年积木发出光芒，对着树林深处，你开口：“你在这里吧。”如此程度的威压，还可以操控千年积木引导我们来此。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我说的没错吧？法老王。话音刚落，蓝色的魔力不断扩散，法老王阿图姆的身影从树丛后缓缓浮现，用意识捕捉到我的存在了吗？小凡，你做的不错。这个人是，这就是通过千年积木指引我们的那个人。从我们踏入后山起，你就在观察这一切了吧？法老王，他呵呵一笑。千年积木以及埃博的继承者萧凡和萧木木和你们的接触，可以说是命运指引的结果。不得不说，今晚你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意志、纯正的善意，以及不畏惧恶意和黑暗的决心，非常值得表扬。你有点疑惑，命运指引的结果，法老王，这到底什么意思？他摇摇头，我想比起单纯的语言，用这种方式交流更适合我们。展开手中决斗盘，来和我决斗一场吧。用卡牌代替语言，就是决斗者之间灵魂的交流。来了嘛，真正的重头戏，和世界最强决斗者的对决。但是以萧默默的杂鱼卡组，真的能有胜算吗？明智会说的决斗？不，这场决斗我接下了。萧默默则是完全跟不上牌老的思维。等等啊，为什么突然开始决斗了？法老王不是刚才帮助了我们的好人吗？好人和决斗者又不冲突，既然他都说了用决斗交流，那么答案肯定就在决斗之中。上了，木木对了，法老王的先攻，守卫表示召唤王后骑士，接着再盖一张卡，回合结束。你长呼一口气，还好没有上来说15分钟，不然直接可以不用玩了。阿图姆微微一笑，放心吧，小凡，我会用符合这个世界规格的力量进行决斗，而你只需尽全力就行。你看了眼手里的卡牌，手背召唤悠悠，感觉好丢人。平时覆盖还好，直接表侧召唤出来，只会让人觉得我的怪兽非常弱呀。为什么不稍微隐藏一下呢？小凡先生，当然是战术之一。再覆盖一张卡牌，回合结束，轮到法老王的回合，以攻击形式召唤国王骑士。当场上有王后骑士存在，这张卡召唤成功时，从卡组把一只卫兵骑士特殊召唤，接着扑克3骑士同时发动攻击。萧默默瞪大眼睛，糟了呀！只靠一只悠悠的话根本来不住。可下一秒盖卡翻转，发动陷阱卡同名同姓同盟，以场上的悠悠作为对象，特殊召唤卡组中的另外2只悠悠。这就是你上回合坚持要与表侧手被召唤悠悠的真正原因。来吧，3v3的公平对决，看你们的了，悠悠。可下一秒悠悠碎成了渣渣。法老王道：“这些怪兽都是基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被木木所召唤的，对吧？”我问你，萧凡，你对于这些战斗力异常弱小的怪兽是什么看法呢？小木木捂住脸，还能有什么想法？无非就是杂鱼、垃圾、狗都管之类的评价。这简直是公开处刑我吗？为什么要问这么尖锐的问题？短暂思考后，你给出了回答。我认为每只怪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与其纠结命运注定的弱小与强大，如何充分发挥力量才是应该思考的。怪兽如此，决斗者亦是。充分发挥弱小怪兽的力量吗？小凡，你果然是和我想象中一样的决斗者啊！那么接下来，接着我看看你所能发挥出的力量吧。回合结束，到你的回合，看了眼抽到的卡，来了吗？这就是卡组里唯一能够引发出杂鱼们未知潜力的卡牌，居然是融合魔法卡。可是这张卡能做什么呀？小凡先生，我们卡组里又没有英雄，只有那些没有效果的弱小怪兽。你摇摇头，要的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怪兽啊！发动魔法卡，暗之量产工厂，效果是将目的的2只通常怪兽拿回手牌。我选择的当然是悠悠。回收了悠悠，马萨卡，小凡先生，你打算？没错，2只杂鱼中的杂鱼的融合也能引发奇迹，这就是融合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发动魔法卡，融合，咆哮吧反骨的奇迹，融合召唤始祖龙、古龙，巨龙的咆哮震慑天地。效果是这张卡不会被通常怪兽以外的怪兽战斗破坏，以及不受怪兽效果影响。萧木木被惊到瞠目结舌，用2只通常怪兽竟然能融合出这么厉害的龙，好厉害！融合真的好厉害！会使用融合的小凡先生更加厉害。你在叫杨奇怎么办到的？融合召唤当然是满足素材要求就可以完成的召唤呀。始祖龙的素材要求正是通常怪兽乘以2，反击就从现在开始。这就是凝聚了杂鱼的可能性。我们的最强攻击，击破王后骑士吧！元祖古龙震荡波，惊天怒吼声响起，王后骑士在声波攻击中轰然破碎，成功了，小凡先生。这一击的确成功了，但还不能大意。我覆盖一张卡，回合结束。阿图姆点点头，原来如此，始祖古龙嘛，确实是非常适合萧默默卡组的怪兽。小凡，你想展现的怪兽潜在力量我看到了。我的回合抽卡。与此同时，一个散发出恐怖魔力的身影出现在他背后，发动永续魔法卡冥界的爆炸，用通常怪兽融合出来的始祖龙，毫无疑问展现了反骨的意志。作为意志的体现，它不会被效果怪兽破坏。那既然如此，它的弱点和意志一样，同样是通常怪兽。将我场上的国王与卫兵骑士作为祭品进行上级召唤。来吧，我最强的仆人黑魔导师。你眉头一皱，果然是黑魔导嘛。
攻击力2500的通常怪兽。虽然是通常怪兽，但始祖龙的攻击力更高呢。小凡先生，阿图姆朗声道。当用2只祭品进行上级召唤时，冥界爆炸效果发动，从卡组抽2张卡，接着发动刚刚抽到的装备魔法魔术皱纹书，上升黑魔导700点攻击力。这3200攻击力，这不是比金元白龙还高了吗？用我最强的仆人黑魔导来击破你场上的始祖龙，黑暗魔术一挥法杖，因为恐怖黑色球体向始祖龙飞去，可你深吸口气，反击吧始祖龙。没错，明知不敌仍然死战，那是因为有关键后手发动陷阱卡奇策，丢弃手中的火山鼠，削弱黑魔导500点攻击力。下一秒，始祖龙一头撞上黑暗魔术，巨大的冲击甚至让远处学院里的学生都看向天空。喂，你们看那是什么怪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龙，是强者的气息，难道和三幻神的传闻有关吗？与此同时，始祖龙和黑魔导同时消失，装备魔法魔术皱纹书送入墓地时恢复我1000点生命值，法老王的生命值回到3800。不错，在尚未完成的卡组的情况下，还能和我最强的仆人黑魔导同归于尽。萧凡，你充分向我证明了你的力量，但这还不够。萧木木，你所持有的人性光辉和我的 eyeball 非常相似，发挥那股力量能够改变你卡组召唤的走向，甚至修复这个世界被撬动的光暗平衡。我能改变自己的卡组，意思是不再是只能召唤出低星的通常怪兽吗？这一点需要你和萧凡一起去发现。现在你们需要的是共同战斗，而不是仅依靠着单一某个人。说完，掀开最初覆盖的卡牌，永续陷阱卡会扎的羁绊。在自己场上没有扑克3骑士以外的怪兽存在时，可以将其中一名骑士从手卡或者墓地特殊召唤，在我场上复活吧。卫兵骑士直接攻击，骑士剑斩，一道冰冷刀光劈下，你的生命值不断下降，到了2100，好痛！捂着胸口，这个痛感居然像真实的一样。等回过神，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变成了灵魂形态。此时站在场上的人正是萧木木本人。哎，这怎么一回事啊？法老王一脸严肃，选手交替了。萧木木，接下来的决斗由你接手，我去打法老王，办不到的啦，肯定办不到。决斗这种事情，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赢过。萧木木，相信自己，你拥有着萧凡所没有的特质。我希望在今后的决斗中，你们俩是互相弥补的状态，而不是单纯靠着萧凡在战斗。你沉思起来，我和木木互相弥补吗？是啊，最近所有的决斗一直都是你单纯在代替他打牌而已。他也确实从吊车尾一跃成了如火羊一样的不败强者。可这样真的是所谓的变强吗？要知道，就连温雅贤都进一步召唤出了电光侠的情况下，萧木木依然在课堂上召唤出的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弱小通常怪兽。所谓成长，所谓变强，根本不是这样。脸色严肃道：“听我说，木木，这种决斗如果只是我在打，已经很难赢下来了。但你不一样，知道吗？可连萧凡先生都赢不下来的决斗，我要怎么？而且场上什么都没有，手牌也只剩下一只白尘妖。就像法老王所说的那样，相信自己。我帮你练成的卡牌，我帮你选定的战术，虽然还不足以赢下这场决斗，可你不一样。这副卡组里有着都属于你的选择，都属于你的可能性。”回忆起最初的决斗吧，木木，那是只有我们2个人共同去面对才能抓住的胜利。没错，在萧木木和你面对的第一场决斗时，发挥出最关键作用的正是他半年以来永不放弃的坚持手札交换。他深吸口气，我知道了，萧凡先生，那这一次就由我来代替你，让我们并肩作战吧。我的回合抽卡，在你抽卡的同时，会扎的羁绊效果再次发动，将墓地里的国王骑士复活。此时法老王的场上已经聚齐了2大骑士，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下个回合你和萧木木就会被扑克3骑士彻底击溃。可他却盯着刚刚抽到的卡牌，这张卡是萧凡先生。没错，最后一搏了，木木。魔法卡发动，手札交换。根据手札交换的效果来交换手牌吧，法老王。我现在手上只剩下最后一只白城妖，而我还可以从你的4张手卡中选一张。阿土蒙微微一笑，展示手卡。所以找到你的答案了吗？作为奖励，请随意挑选吧。萧木木完全不认识那4张牌，却仍然被其中一张牢牢吸引，就决定是这张了。拿去吧。他也说想去你那边。那我的回合结束。法老王一挥手，我的回合抽卡，再度发动会扎的羁绊，复活墓地中最后的王后骑士。那么让我见识见识你心灵的光辉吧，萧木木。卫兵骑士的直接攻击，萧木木高举卡牌，就是现在，我要从手卡发动怪兽效果，辉煌的逆转之女神。下一秒，一道冲破天际的耀眼光柱将她笼罩，手持神圣法杖的女神也随之显现。你赞许点头，这张卡就算是在手空中也是极为特殊的，正如卡名所描述的效果一样，逆转发动条件极其苛刻。萧木木的眼瞳中燃烧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炽热的斗志。只有当自己场上没有卡存在，手上也且只有这一张卡的场合，对方怪兽发动攻击宣言时，才能发动逆转女神的效果，将这张卡送入墓地，对方场上的卡全部破坏。从那之后，可以从卡组白之怪兽特殊召唤。我选择的当然是恶魔的召唤，光与暗的力量完成交织，大
大恶魔登上舞台，这一刻代表你和萧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协同战斗。接着，他指挥着女神，拜托了，降下逆转的光辉吧！法杖挥动，渲染的光辉播扫到三骑士身上，逆转即将完成。可此刻，法老王身的披风却仿佛持整在光之上，非常漂亮的连接反击。你们已经达到了我所希望你们达到的目标，但到此为止了。我连锁辉煌的逆转之女神效果发动速攻魔法卡神速召唤，效果是当场上皇后、国王、卫兵骑士全部存在的场合，可以将卡组中实心且攻击力为问号的怪兽加入手卡并召唤。伴随着阿童木场上爆发的光芒，天空中出现翻腾雷鸣的黑云，与此同时还有不断的红色身体从云层中穿过。实心攻击力为问号的怪兽，难道是将我场上的王后、卫兵、国王骑士作为祭品？天空雷鸣混沌之时，吉连所中之远古魔导书，其力可知无限，卡米都笑看。来吧，欧西里斯的天空龙，欢迎落下神之降临。我的身躯仿佛看不到尽头。欧西里斯的天空龙攻击力是自己手卡数量乘以1000，我现在有4张手卡，所以它的攻击力是4000点。但是你限于逆转之女神的效果召唤的怪兽，接下来会把它的效果给破坏掉。法老王嘿嘿一笑，这可不是怪兽，是卡米达。神的抗性是不会受到比自己等级低的怪兽效果影响。话音刚落，天空龙昂首咆哮，爆发出的雷霆将女神的审判之光全部抵消。接着看向了刚刚出现的恶魔召唤，天空龙的效果，对方召唤怪兽时削减对方2000点攻击力。一口雷球喷出，恶魔召唤的攻击力变成了500点，这样一来就结束了卡米的攻击。オシリスの攻撃，超電導波サンダーフォース。刺眼的雷霆瞬间将萧木木吞没在其中，生命值归零。他呆呆看着自己的生命值，还是输掉了吗？对不起，萧凡先生，我还是太没用了。你摸摸头，木木，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了。为什么？你可是逼出了神的决斗者啊！如果你都算没用的话，其他人算什么呢？逼出了神的决斗者是我吗？好像做梦一样。法老王收起决斗盘，呵呵笑道：“没错，萧木木，你可以更自豪一点。隐藏在你心中的人性辉煌，才是你最大的武器。好好利用这一点的话，没准连神都能超越。我想通过这场决斗后，就算没有真正找出答案，你们也清楚了寻找答案的方向，这样至少能应对之后可能面临的决斗了。你很好奇之后可能面临的意思是？法老王轻轻托起自己胸前和你们一样的千年积木，不过是半透明状的，代表没有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千年七神器，我想你们通过之前的黑暗决斗也见到了，连我都不清楚为什么象征了黑暗力量的七神器会被召唤到这个精灵大陆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他们的降临，大陆中光源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木木你一样，可以用自身的光辉平衡神器的黑暗。到这儿你也想起来了，七神器的由来似乎是将无数活生生的人以极致的黑暗意识直接注入液化的滚烫金属，如此的死亡元年，怪不得黑暗力量那么强。阿图姆点点头，没错，命运是会相互吸引的，七神器迟早会在某一刻重聚。艾博与千年积木的继承者哟，请不要让这落入不轨之徒手中。你点点头，好，我知道我们的使命了。我也会全力支持萧凡先生的，放心吧，法老王先生。哦，对了，这张卡该还你了。说着就要递过去逆转女神，可阿图姆摇摇头，不，我刚才也说了，他想去你那边，作为成功逼出神之卡的奖励。木木，你有资格使用这张卡牌。哇，真的吗？好耶，你好大方，法老王先生。而王的慷慨似乎不止于此，看向你，萧凡，你也让我看到了属于弱小怪兽的潜力。作为你和黑暗抗衡的奖励，这3张卡就交给你了。你心中一动，3张卡，莫非是？递过来后，好吧，果然是国王、王后和卫兵3个骑士。接着，法老王的身体慢慢变淡消散。我不能再过度干涉了，否则会让失去了光暗平衡的精灵大陆更加混乱。萧凡、木木，今晚能和你们决斗一次，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将精灵大陆未来托付给你们。说完，身影完全消散，回到了异世界，而你们也将带着王的托付继续战斗。好啦，魔法游戏王第1季的剧情到这儿就结束啦，完结撒花。对后续还感兴趣的，可以下载评论区置顶的刺猬猫阅读 APP， 在里面搜索魔法游戏王就能看到啦。原作一共有600多章呢，一完结足够一口气看到爽啦。本书已经有了全新别名魔法游戏王，原名太长不好搜，于是乎跟官方申请了这个简短别名。
品一样搜得到，还更方便。本系列是一个在平行世界的精灵大陆打牌的故事，男主以背后灵的身份出现，后续还会附身到更多女角色身上进行代打，可以说是最强打牌背后灵的成长之路啦。而且本作的对决设计的非常棒，决斗风格也更偏向动画，感兴趣的千万不要错过呀。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